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外交部哦，还是高分贝的在批评日本。他说：“你们在要害的问题上面挤牙膏、埋钉子，企图蒙混过关。”讲的还是高市早苗那一番哦，存亡危急事态。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部长王毅就说，他坚持这个反对日本现职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面干涉中国内政。当年他特别提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正是以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为幌子悍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所以中国大陆这里对这一步寸土不让这个历史教训绝对不可以重演的。而16号在日本的参议院，我们看到高市早苗的这个涉台言论也被其他的国会议员来围着问，甚至还出现了3次中断电视声音的罕见场面。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当时的一个画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混乱持续进行。那电视的直播通常也不会中断的这么的多3次的中断，累计一共中断了238秒。那我们看到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在野的这些立法委员嘘声并且起立来抗议所以可以说是场面有点混乱。那小泉进次郎想要救驾我们看到他好几次举手来，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他举手企图发言帮这个高市早苗来救驾来开脱。可是呢，这个再次引发在野党议员的强烈不满，小泉的发言请求也被驳回这是我们看到在16号日本参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上面的一番光景。而这个中国大陆呢，连3问反呛日本的防项。这个是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张照片这是在 X 上面这是小泉他PO 出来的，他PO出这是一个手套，您看得出来它是飞行手套吗？这是 F-15飞官他们这个戴在手上面的飞行手套，上头用日文写着其实也算是这个看得很清楚，冷静严格所以他就大赞自卫队不为中国的雷达照射所以不断的在升高这样的情势。那小泉进次郎他就说中国大陆的这个国防比我们还多所以中国的外交部就发3问，连发3问。因为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事情的源头是小泉进次郎在国会答辩里头说我们日本为什么要增加军费？那是因为中国，你看看它20年的军费增加7倍，而且最近3年的涨幅都超过日本，所以我们应该在国防上面再增加一些预算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就说，在和平跟安全的问题上面，中国记录最好。是记录最好的大国，国防的这个费用的增长也合法合理。如果真的要比较谁涨得多的话，你用人均防卫费就是除以所有的国民那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人口是比较多的嘛所以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它的防卫费其实没有比日本还要多。那日本是大幅的调整安保政策，防卫费13年连增，近5年激增大概60%。日本的费用是中国的3倍和2倍多所以到底谁在扩张核武呢？如果你要来算的话，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鱼鹰运输机到底发生什么问题。说是日本长期的民众说你自卫队不要飞鱼鹰运输机，因为它频频发生事故。那它因为发生事故，所以就要调查那专家就发现都是人祸2大问题害数十美军死亡。美国的问责局还有海军的航空系统司令部就发布了这份报告，说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至少需要10年呢，要这么久才能够把问题给解除。中日之间我们看到呢这个现在看起来是完完全全交恶的状态，在外交上面，有人就说要修复的话，可能要10年包括中国大陆驻联合国的大使傅聪就说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答询是逆时代潮流，不可容许的言论。可是日本驻联合国的大使他也这个轻轻的就是这个带过了，他说这是你的发言毫无逻辑，令人遗憾。所以这个对立其实在联合国也持续在进行中。那日本就这个有一些媒体就说高市困境局势降温时机点会在哪里呢？因为明年11月在中国大陆的广东深圳会有 APEC， 他说有没有可能那个时间点有可能会回温或者是把这个所谓的紧张局势给它做一个缓和。不过有很多日本的小朋友可能要生气了，他们很伤心，说可不可以不要走？
什么事情呢？上野日本东京的上野动物园的大熊猫在明年就要运回这个中国大陆了，而且看起来也不会再出借给你了。所以呢，有很多小朋友就哭求，可不可以永远留下来？日本马上就没有大熊猫了，可是美国的媒体补刀啊，在伤口上撒盐说，法国刚刚从中国租到一对大熊猫，所以这个外交看起来这个困境或者是这个挚爱难行的地方，还会持续到10年吗？这个不一定的，也可能比10年还长，也可能比10年还短。那这个要看日本的军国主义者要不要把他的这个台湾有事论，就是日本有事要收回啊。过去其实高市早苗他透露出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者的一贯立场，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等于是他们不说，但是他们做，然后他们也告诉台独的说，我们就是会这样做，所以你放心的去搞台独。你一旦搞台独，两边发生冲突，我们日本人一定会站出来挺你，跟你一起作战。这个就是他们在暗中一直在推这个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台湾的这些台独的这些人，他们络绎不绝的就到日本去嘛，接触的就是这些军国主义者。不管从李登辉时代一直到现在这个台独的都是络绎不绝的跟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暗中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勾连也好，或者是说暗中的磋商也好。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以前是秘密的进行，然后都不明说，不管你怎么问他都不明说。那以大陆来讲，要反制你就很困难。为什么？因为他都不说嘛。他说我们，因为日本人演的都是两面手法。我们遵守1972年中日的这个联合公报然后但是你在问他台湾的问题，他就不说。从安倍晋三以来，一直到这个高市早苗之前都不说，那你就很难去给他施加压力你也很难打他，因为他说我们1972年的公报。那台湾有事是不是日本有事，他就不讲了。台湾的问题他也不讲了。然后，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事实上是一贯的立场，就是我一定会介入。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对大陆来讲，就真的很难处理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两面性的一个性格跟阴阳脸的这个手法。好，高市早苗就说我不演了，我把它讲出来，讲出来对大陆来讲就有立足点了。那也就是说，第一个你干涉我内政，第二个你违反这个1972年的联合公报，你日本人不守信第三个你违反了联合国的原则等等。好，这个部分一来的时候，美国人一看你已经把不应该讲的东西讲出来了，那美国人就说那我不介入了。而且川普的意思就是你高市你不要给我闹事，你已经闹事了，你不要再给我继续闹下去。那你看美国这样的一个表态，其他的所有的美国的盟国全部都这个跟日本保持一个距离。那现在日本怎么去面对呢？你唯一的答案就是收回嘛。可是如果高市早苗把话收回，军国主义者的空间就整个没有了，因为你自己收回就代表你军国主义者不敢做了，那台独的美梦不是就破碎了？所以这个就不符合军国主义者的利益因为他就是希望用台独的力量造成两岸之间发生冲突，让我们中国人彼此之间互相残杀。那那个军国主义者的这个密谋不见了以后怎么办？所以他不收回，只要你自民党继续执政，只要你自民党没有收回，那大陆怎么可能跟你有正常的关系？所以我才会说不会只是10年，也可能会一直下去。但是你收回的时候，或者是换个政党上来，他说对不起，我们不会买这个自民党的单，我们不会介入，那不是就又结束了问题？所以有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但也有可能会一直往下走。我个人是认为，以现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来说的话，他们这一次他们真的是躲不掉了，因为一定给你压到底，压到你自己在这个地方摊牌为止。彬哥怎么看？这个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很明显就是一直不断的拉高施压的态势，那你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高市越讲越趋保守，但是他还是不肯收回，当然也不可能道歉。那他昨天被广田一问的时候，其实为什么中间一直被消音，你知道？就是他关麦，
因为广田一第一句问说，台湾与日本是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吗？高市就关麦了。然后第二个还要问台湾到底是不是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呢？请清楚回答。然后高市又关麦。那第三个，他再问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中有没有包含台湾？他用各种方式去问，高市都不敢回答。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回答是，那就表示你认为台湾是国家，那可能就会引起中国大陆这边更强烈的反弹。所以这一段出来之后，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高市在往后退。但是即使是往后退，但是以现在他自己的民调支持度，他也不愿意去说什么认错、道歉、收回啊这样。所以我个人认为，即使是这样，双方的僵结还会持续，大概不会消减。那至于说小泉最近又是故意摆拍他跟那个美国通电话，又是弄这个手套，出来好像显示日本多军容壮盛什么，或者多坚韧不拔。其实这些就是单纯的作秀，没什么太好意外。可是重点是在于，他去跟中国大陆比军费，对，没有错。中国大陆最近这20几年，它的军费也好，它的军力也好，是整个爆发性的成长，这个是大家都有目共睹，也没什么好否认。可是日本拿这个东西去跟中国大陆比的话，那我请教一下，小泉进次郎先生，日本是可以有军队的吗？不行啊。对啊，所以你到底在跟人家比什么？你们只是自卫队，你不可以有军队的。对啊。所以你在跟人家比什么军队？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你忘记你是2战战败国吗？所以我觉得日本人常常会，也许不是故意，就是已经完全忘记这回事了。但是你忘记了你自己本身是战败国，有些事情别人能做，你不能做，这是你2战战败要去承担的责任。你忘记这件事了吗？然后语音这个问题我必须说，这个无解了。无解。你说10年之后再来解决，10年之后搞不好语音都要退役。因为其实本来前几年他们就激烈反弹，因为语音出事的几率实在太高了。对。其实本来就很多人建议说，语音是不是干脆提飞了？是。那现在你说要去解决这些相关的问题，不管它是人祸还是本身结构这个设计的问题，你还要10年才能解决。我看直接停飞吧，会比较快一点，会比较安全吧？对啊。来请教将军。我觉得日本这个飞行员手上写那几个字，看得我提心吊胆的。这场仗差点打起来，因为这就是日本的他们武士道精神，经常干的事情。你看看他现在他说他写在手套上面，对，那你怎么知道他脖子上面额头上面绑的是必死2个字？这以前日本神风队就经常干这种事啊。那你现在来讲，你在那边手套上面写，那我问一下，这个飞行员头上额头上面有没有绑一个白色布条，写个神风2个字？那你想想看，我们讲这件事情其实虽然说已经过了好几天了，可是我要特别再讲，既然这个小泉进次郎提这件事情，为什么对抗了30分钟这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解放军这个第一次来讲的话，3分钟就是。而且距离近到只有40几公里，代表解放军辽宁号战机是紧急起飞的，因为你已经接近到40公里。那当然，我用雷达照射你，警告你说我已经知道你在那边如果说你再继续靠近的话，我就有可能会攻击你这代表第一次警告他走了。就第二次来讲的话，158公里他又来了，而且这30分钟。我相信日本这个 F-15这架飞官，如果你看他手套上面写这种字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在极尽做各种挑衅、危险，甚至于说是做事要攻击的动作。比如说他改变他的航向比如说他突然做俯冲或者突然做爬升或者是突然做转弯等等，做这种有可能对这个航母做攻击的动作。所以难怪这个解放军辽宁号的战机。那对他发射雷达，持续照射了30分钟，代表说双方来讲，我们不要讲说日本的飞行员怎么样，我觉得日本飞行员极可能就是那种这个狂热的极右分子才会在那边跟解放军。如果说你只是说我只是监视到你，你到我这边来，我监视到你有没有危险动作，那你应该保持固定的航高航向跟这个速度嘛，你不要随便改变嘛，来代表说我没有敌意嘛。那我相信解放军会对你做这么多的这么长的实际照射，那不错了。你可以说你手套上面写这4个字，我觉得解放军这个可能线条上面也写了好几个字勇敢、沉着、积极、忍耐严肃、刚直大概写在上面。我
这个，如果说日本一直在这方面做挑衅，那我刚刚讲这种情节，你有没有想想，这双方的飞行员极可能擦枪就走火了？对啊，因为每一个日本是极端的极右主义，中国也是有中国的民族精神在里面了，对不对？我中国被你欺负那么久，再加上这个南京大屠杀，我相信每一个飞行员他都受过这种观念，有这种想法，那很容易就擦枪走火，这是非常危险的动作，有可能会酿成灾害。有可能如果说一旦这个打起来，一旦那个按钮一按下去，我跟你讲，那后续来讲很难去收拾。所以我认为小原进场，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在国会里面特别讲这个代表这个日本来讲，包括小泉极右派军国主义即将兴起，而这念头在他们脑海里面一直是去不掉的。所以我建议中国来讲的话，当然在这种状况下，一定要将它打压下去，不然的话对亚洲周边的邻国来讲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是战争发生的这个原因，有时候你很难想象，有可能是擦枪走火，有可能只是为了一座庙。我们来看看太检啊，再爆冲突第11天哦，显然这两个国家都不给川普面子，还在继续的打。泰国的空军F-16哦，再度发动空袭，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哦，看起来柬埔寨哦被这个空袭这个受到的攻击是比较严重的，而这一座千年古刹哦，您看到这个画面，泰国军人去插上他们的国旗耶，而且泰国的战机投弹逼近吴哥窟。大家知道吴哥窟这个地方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它里头都是古迹呀哦，所以看起来这两个国家的这个纠纷啊、冲突啊，一时之间没有办法落幕。第5代反坦克飞弹也在内，这是什么事情呢？因为这个泰国把这个柬埔寨的军人哦给这个抓了之后呢，缴获了中国制的一些反坦克飞弹等武器。那泰国人说我没有义务啊，我没有义务要归还给制造国哦。那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柬埔寨，泰国就说柬埔寨你要先宣布停火啊，我们才可以停止交战呐。可是柬埔寨也会跟泰国讲说你要先这个停火，所以两边看起来僵持不下，让川普非常的尴尬，因为他所谓的调停根本没有起到作用。而另外呢，我们看到五角大厦现在有一些想法慢慢的要付诸实现了，包括还要降低美军多个司令部的级别，而且重新调整高级将领之间的权力平衡。这个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是这个方案啊实施之后呢，美国最高层会带来数十年来最大的变革。前一阵子，川普也把这些所谓的上将、将军们通通集合起来，那目的啊，有可能未来4星上将会被大大的削减那会降低原本3个司令部的位阶跟影响力，11个司令部会裁并为8个那美国这个大军美国大军改这个军改会符合未来它的战略收缩。大家都知道美国在战略收缩，所以他会把一些东西给砍了，要撙节某一些部位，撙节某一些地区，包括像是这个欧洲啊、中东啊，他们这些资源会拿回来，那扩大在西半球的军事行动。那我们就来看看，包括乌克兰，它可能就要紧张了，因为你把欧洲的军力给拿回来，那未来的安全保障怎么办呢？现在这个安保的条约啊还没有签。泽伦斯基说美国提出在一个缓冲区作为一个自由经济区，可是这个区域会不会被俄国统治呢？他现在也会担心呐那未来这个停战的关键还是卡在领土上，而这个所谓类北约的安保，美国说了。可是能做到吗？看起来很困难。那欧盟8国其实很担心欧洲这个会被俄罗斯给吞掉，尤其是东边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可能也很希望能够做一些安全的缓冲区。可是力有未逮，因为欧盟或者是欧洲国家本身其实现在已经是积弱不振了。川普自己其实问题超级多的啦。内政啊，经济啊，一大堆问题。他就说，今天晚上美东时间9点要发表全球演说。那他在他的社群宣布，他就任的这一年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一年。可是他的幕僚长威尔斯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川普有酒鬼型的人格，虽然他滴酒不沾，据说他不喝酒，可是他的决策会是无所不能，而且逮到机会就要报仇，这很像是酒鬼。那川普知道这件事情，媒体报道出来了呀，他不生气
他还说，没错啊，这个幕僚长讲的对啊，我不滴酒不沾，可是我有上瘾性的人格，他自己也不避讳。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有多糟哦，11月的失业率攀升到4年的新高，而最新的民调是，川普的支持率已经跌到39%了，共和党人不满意他的经济表现。来，请教老师。我觉得有关于泰检的问题，要问一个问题了，就是你们要打到什么程度，打到什么情况才肯停火啊？也就是说，要用打仗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庙的问题啊，还是说要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这庙的问题？如果说今天泰国最后他说我今天要用打仗方法来解决这个庙的主权的问题，那当然一定最后要进入地面战。啊，那也就是泰国他要派兵去占领这个庙，守住这个庙，但是从此以后可能就无休止的啊，因为柬埔寨也一定会想方设法要把它夺回来。那以现有的这个泰国的军力比较强，他可能可以夺下来。是，可是，在未来来说，柬埔寨如果用游击战的方法不断的骚扰这个庙，就再也没有观光客。那么这个庙很有可能会沦为战火的一个废墟，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但是目前来说，泰国还在选举中，要到明年1、2月才会选举完。是选举没有结束之前，泰国现在的执政党它是少数党，它不可能啊在这个跟柬埔寨的军事冲突中，它表现出退缩，所以川普的调解很明显的失败了。而他用关税的方法也没有办法去阻止这2个国家。为什么？因为关税跟一个人的权位来比，那关税是对这个国家嘛，可是权位是选举，我不能败啊。那你想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所以我想泰国的总理以目前的态度来说，他表现得很强悍，这个已经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地步。也就是如果他屈服了，或者是他害怕关税了，那他可能也就不可能再当总理的。我想这是一个目前因为把内政的问题、选举的问题跟这个两边的国与国之间的交战都混在一起，川普也无从着力起啊。那以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就是说等到你美国的调停都失败都无效，大陆再介入的可能性反而会比较高。军区的这个改造或者重组，因为赫克塞斯一直反对他说我不是退缩，我是重置，这个是玩文字游戏了，reset 嘛那重置的逻辑我们要看它是服从于哪一个根本，就是新国家安全战略。新国家安全战略已经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画出来了，也就是美国目前来讲优先要处理的是西半球的安全。那西半球的安全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北至北冰洋，然后阿拉斯加、格陵兰，所以格陵兰或许也是美国要把它拿下来的一个目标。再来就加拿大要成为它的51州再来就阿拉斯加嘛，再来加拿大，再来美国。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确定的这个北半球西半球的北部、北美全部都在美国人的控制下。接着就是墨西哥到这个加勒比海到南美，然后最后到南极。那以这条线为主的话，那你想它一定是把兵力往内缩，然后东北亚这个部分就你韩国、日本负担重一点，我美国不再像过去一样负担那么重，我要负担轻一点。但是菲律宾的这个南海跟南太平洋的交通枢纽，我推断美国不会减弱。他在这个地方他不会做战略退缩，因为菲律宾的交通枢纽太重要了。再往南走就是这个关岛就是澳大利亚了，所以我觉得菲律宾它非但不会走，还会增加兵力。但是韩国、日本它会退，另外就是欧洲这个部分会退得很大了。欧洲目前来讲已经传出他要把欧洲司令部、非洲司令部跟中央司令部，中央司令部指的就是中东这个战区，他要把这个3个战区合并成为一个战区，就叫做国际司令部。国际的，很明显的就是他要让欧洲人扮演自己更多的一个角色。那由于他已经确定大陆对中东地区不会有军事上的野心，他也确定俄罗斯现在对中东地区也没有军事上的能力，那他为什么要在中央司令部里面布重兵呢？所以我个人的推断是，
它的整个重置或者叫做严格上来讲还是战略退缩了。是，它兵力说，那我现在美国不负担主要的角色，由你们当地国来负担主要的角色了。其实非常的明显，很明显。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美军要大改革，改革之后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呢？来请教将军。对我们影响很大哈。我们美军总共有11个，谈这个问题，你要先了解一下美军的他们军制是怎么一回事。美军总共有11个司令部，其中有5个是职能化的司令部哈，像太空司令部、网络司令部、特战司令部，还有运输司令部哈，这属于职能化，依据他的工作来担任司令部。另外，负责地区作战的有6个，原来有6个，就是中央司令部。中央司令部是负责这个中东地区的哈，然后欧洲司令部，那顾名思义是欧洲的；非洲司令部是非洲的；北方司令部就是他们自己美国本土跟这个加拿大，还有一个南方司令部。那现在这几个司令部，他平常做什么？他没有建制的部队，他只是带着情报、人事、后勤等等这些幕僚，在完成各种模拟的状况的演习作战计划。如果哪个国家发生什么状况，他需要多少兵力、多少飞机、多少军舰，然后将这些作战计划做好。一旦发生这个状况，美军的这种陆海空三军就编配部队给他，然后他来负责指挥来作战。大概美军的整个指挥体系，全球的一个指挥体系是这样一个建构。那现在很明显，如果他将中央司令部这个取消掉了，中央、欧洲、非洲这3个司令部取消，代表他对这3个地区来讲已经不再重视了，所以没有那么多编制，你没有那么多人员去研究这个地方，不管是地形或者敌形或假设的假想敌，或拟定各种作战计划。那临时发生事情，你要去拟定这个作战计划，那一定是不是很详尽的。可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它保留3个作战司令部，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印太司令部啊，那当然就针对我们台湾的嘛，哈，针对印太、针对中国的，那很明显，印太司令部它保留。第二个南方司令部，它当然要对南美洲是它的后花园，它必须要拟定现在来讲，比如说对委内瑞拉，哈，甚至未来对哥伦比亚，它会加强对自己南美洲的这种力道管制。那北方司令部，因为是它关系到自己美国本土的防卫作战，还有加拿大这边，所以它保留这3个。从这种编制改变，我们就可以很明显出来，它重点全部都放在除了它自己美国是应该之外，它重点就是在印太司令部这边哈。那当中央包括到中东、欧洲还有非洲来讲的话，它本来就不是很重视，它叫欧洲自己以后自己要管欧洲的事情，然后这个中东地区它可能就这个由以色列自己来负责。我觉得它所有重心依照这种改变编组来讲的话，它以后所有重心将来对外的重心一定是印太司令部，也就是针对中国的崛起，它要将中国打压下去。这是这次我们从这次美军的改革就可以看出来。那第二个来讲，它会这样改革，代表说它的这种不管是国防预算的经费或者人员的编制，以及明显的捉襟见肘，它必须要做缩编。那它缩编的对象就是欧洲、中东，还有所谓非洲这3个地区。是，所以泽伦斯基很担心。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如果最近你打算去吴哥窟，可能要小心一点，因为据说炮火已经在那附近了。太检这个大概还会再持续一阵子，但是现在很多人评论说，哇，这个美国衰落了，川普很丢脸啊，很尴尬啊。我觉得这恐怕不是很了解川普。你觉得川普会很在意这件事吗？不在乎。他每天胡说八道习惯了，他根本被打脸的次数大概每天都有。你觉得他真的很在意这件事吗？因为川普在意的是他到底有没有好处。那太检这件事情，他介入，反正你们如果真的不听我，我就算你们自己打你的。反正他现在已经呈现战略收缩，他本来就没有打算要去介入之间的战事，所以我不认为这个对川普造成多大的影响。那我们看起来好像脸上无光，我觉得川普根本就不在意，反正这件事情我就当作没发生就好了，他也不管。那导致他自己的幕僚长威尔斯去接受访问，居然说他是酒鬼型人格。对，对啊，那。我跟你讲，最好笑的就是川普说没错啊，我就是这个人格。对，因为他本来还很担心，他说这是媒体断章取义，就川普说没关系啊。然后你知道吗？他还
跟那个媒体讲说，范斯就是个阴谋论者，然后结果范斯说什么？对我就是阴谋论者。他们都好特别哦。对啊，他说，因为他范斯的解释是说，他常跟威尔斯私底下开玩笑。哦。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对岸解放军的福建舰昨天通过了台湾海峡，我们的国防部说国军绵密的监控，这是对岸第3艘正式成军的这个航空母舰。所以我们看到顾立雄也说，预判是回上海长兴岛做缺改，就是缺失改正没有军事意图。可是还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国防部再度提醒大家这个敌人有可能突然攻击部队不待命令作战，什么意思？因为现在我们都在注意共军由言转战这样的威胁，所以国防部有说如果他真的突然由言转战来攻击我们台湾的话所以我们这些各部队不用命令不用中央这个命令，实施分散式的管制，去中心化的运作指导之下自己就去作战。这个我有点看不懂，等一下可能要问将军是不是？我研判他由言转战，我就可以发第1集这个听起来有点恐怖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美国说是现在有一种飞弹这个飞弹呢可以从关岛20分钟之内打到中国，这是美国第1款极音速飞弹，叫做暗音。那它的射程还有诸多元素现在已经曝光了。目前暗音的产量是每个月1发。目标是提高到每个月2发全年可以生产24发而且它暗示有可能会投入实战部署。所以呢，我们看到第1岛链、第2岛链，是不是这个区域非常的紧张呢？共军的飞弹也激增你看到美国是每个月1发，可是它的这个速度可能更快。中国飞弹的数量激增，火力可以达到第2岛链，已经对西太平洋沿岸地区的主要机场、港口、军事设备严重的造成了威胁跟影响了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个美中其实台面底下的这样子的一个军备的竞赛是不断的在飙升。那美国就说因为呢要制造弹量的这个弹药的这个产能要增加很多，所以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应付得来。南韩澳洲就提议说我们可以帮忙加入来供应，来缓解华府吃紧的国防供应网。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大陆这边的军武的这个状况说是有一个叫运30的中型的飞机运输机曝光了，它的定位类似空巴 A400M这是军事分析师发布在中国中型运输飞行器的一个照片证实了这个运30的专案在外界都不甚明了的情况已经很隐秘的在进行着。那我们看到呢，从空中到海上的确这个中美2大强权都在竞逐。那美国跟菲律宾不断的在联合军演秀肌肉在区域间我们看到最新的是16号在南海举行代号海事合作活动联合巡航，美国派出了巡洋舰还有直升机、巡逻机在这个地方做演训。而菲律宾这个民间现在有一些状况出现了这是发生在12号。菲律宾有多艘船只，看起来像是渔船，可是实际身份不明。他们在南沙的仙宾礁附近的海域跟中国的海警船对峙，那有部分的渔民那就跳过来要进入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湖捕鱼的时候，中国的海警就去阻止他，然后这个菲律宾的渔民持长刀挥舞。您看到的画面就是圈起来就是长刀被搜证的画面给拍下来。那中国这边就有研究员讲说，这些人才不是普通的渔民类，他们是非方暗中组织的具有军事背景的武装渔民这是中国大陆这边的说法。那可以想见的或是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地方的确有这个冲突越来越紧张紧绷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美国跟越南的军事互动现在也紧密了起来，升温了起来，包括美军的第7舰队它靠在岘港，而且双方在防御与海事的领域有一些深化的行为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也是蛮罕见的，越南的军舰第1次通过台海，解放军
急派33机7舰巡航，而且呢，这个中国的媒体就说，必须要算旧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美国所谓的跟同盟拉进来抗中，这个是正在进行式吗？来，请教老师。山东舰在2023年在南海演训完成了以后，也曾经穿越过台海情况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对于大陆来说，演训完了以后，经过台海基本上来说，它当然是一种威力展示了。但是你说航母要在台海对台作战，这个有点是笑话了，因为这个跟航母的功能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如果要在台湾的西侧，解放军要跟台湾的西侧作战的话，基本上，因为我们都知道航母就是移动的空军基地嘛，那你不管在福建或是浙江的空军基地它陆地起飞的战机，然后对台湾的西部进行空对海或是空对地的战争，或是空对空的战争就足够了不会用航母在台湾海峡进行起降的一种对台的作战，所以航母一般来讲会在台湾的东侧跟东南侧这个地方或者北侧，这个可能性是比较高的。过去辽宁号航母或是山东舰也曾经在台湾的东侧这个地方举行军演嘛，那这个对台湾的威慑力是更大的。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台军辜立雄他们的想法是说，在第一战的时候，就为了要避免这个全军覆没，所以就必须要进行所谓的保存战力。那要把这个原来放置在西部的这些空军，要把它迁到这个台东以及花莲这个基地，当初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所谓的保存战力的转进。那解放军他从台湾的东部辽宁号或者山东舰，它基本上对于台湾的东部做攻击，这个就显示出说你这个战略转移保存战力这个方式的功能是有限的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辜立雄我觉得军方对军人来讲，尤其是职业军人，他比较需要的是明确的命令跟指导不要说语带模糊、语言不详，然后要我们军官这些职业军人自己来做判断，说该不该开第一枪，谁来决定？这个有点残忍。我们一直已经多次的在节目中说，政治人物要有担当。不要政治人物没担当，要这些职业军人来负全责。职业军人是执行命令的，你给我命令以后我来执行，而不是叫我来做政治决断，这个太残忍了。因为他会做一个政治性的决断，他会变成这个战争的战犯，或者是战争的发起者，这个实在是太残忍了。我觉得您既然都是拿人民的血汗钱当这个政治人物。你也不是国防专业的，然后就让你去当国防部部长，那你连这个政治的这个责任都不想当，我觉得这个愧对你拿我们的钱来过日子，这不对的另外，您说谈到了有关于美军发展出这个3500公里的这个导弹，它的弹头我们目前所知道大概在13.5公斤了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美国的中程导弹，它的技术事实上是落伍的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目前来讲，中程导弹这个顺列排名全世界最强的是中国大陆，它遥遥领先，其次是俄罗斯，再其次才是美国。那美国目前在中程导弹这个部分还在急起直追了所以它目前试射成功的这个导弹弹头太小了你想想看。要打3500公里远，这个导弹的载体它本身的造价是不便宜的，而弹头却只有13.5公斤，等于是2枚火箭弹的一个弹头威力，这个太便宜了，这个效果不大。花那么多的钱去能够产生这么低的杀伤性，这个基本上不划算我觉得美国这个很明显的是试验性的导弹，而不是已经成熟的导弹。说我今天可以装500公斤的弹头，然后能够装上去对对方有更大的威慑力。例如说，一般来讲，打到3500公里的导弹，基本上可以装核弹头，可以装战术性的核弹头战略性的核弹头，还有常规弹。那你常规的弹头的话，你要花这么多的钱去造价，你的弹头总量至少要500公斤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点可笑的事，还是有点玩笑
那另外，菲律宾很明显的，小马可仕是在转移他国内这个丑闻的一个焦点，因为小马可仕目前面对于贪赌的一个很严重的指控，他的民调支持度非常的低，低到已经不行了，快跟他爸爸一样了。如果破了他爸爸的民调支持度，他大概很有可能会在菲律宾被罢黜，最后可能会逃亡也说不一定。那我个人认为他在南海目前在闹事，基本上改变不了南海现状，但是是在争取挑动这个转移这个媒体的视线，说不要这个针对我嘛，不要针对我的贪赌，去注意南海的事情。我觉得他的政治目的比较高。是，来请教将军。我们打仗一定讲的西式 ISR 哈，什么叫做西式 ISR？ 我念给各位听：指挥、管制、通讯、情报、资讯、监察、监视与侦查。我们就以这个福建舰这个为例子，那谁去看到它？那一定是侦查发现的嘛。不管你飞机侦察到或者人家侦察到，这叫侦查。侦查完以后，我发现了以后，一直要监视到他后续的动作是做什么动作，然后将这个资料和这个资讯马上传给情报中心，由情报中心来研判。就像是我们这个顾立雄研判说，他只是回长兴岛，没有威胁这叫情报，确定他可能是后续的行动，这叫情报。有了这个情报以后，要提供给指挥官，那指挥官来依据这个，如果说他有敌意来讲的话，指挥官这时候就要下达命令谁去打，谁不去打，然后他去打的过程中，你要有管制手段。好，那依这个整套的一个指挥作战的体系链，我们来看，我们现在讲这种话叫做分散式管制，在战场上管制是非常重要。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来讲有一个管制叫做这个安全走廊，就是这个空间里面，可能这个时间这个地段是我们自己的战斗机要回来的时候，所以在这时间里面，所有我们对空的导弹不能去打它。你如果看到飞机，你也不能打，因为那极可能99%是我们自己飞机，这叫管制啊。那分散式管制，那你现在是怎么样？就是这个飞弹自己是决定要打还是不打，还是南部军团的看到一个目标，他自己决定要打还不打，他自己分散式管制，还是说？我自己管制，我就不打了。那万一来的是敌机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那什么叫做去中心化直管？很明显的嘛，就是我们的通讯系统被打断了嘛，我们的侦察系统全部没了，我们雷达被打掉了，我们的通讯联络系统被打掉，我们的指挥官没办法下达给命令，叫各部队各自为战。这叫做去中心化直管，这讲的好像很好听啊，老百姓听不懂。讲明白了就是我们的这种所有通讯线路全部断掉，我们的雷达全部被打掉，我们各部队自己决定自己要打不打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看杜鲁门号在红海的时候，它以美军这个通讯作战或者资讯作战这么缜密的一个国家，这么发达一个国家。他都会误及自己的 F-18战机，那你想想看，在我们台湾，你要放松，你怎么办？那一架飞机飞过去，你又讲了，这个每一个派出所放一枚刺针导弹，那老田那还得了啊？你怎么知道那架飞机、那架直升机是我们出海攻击完回来要做整补了，还是敌机回来来对我们实施攻击的？所以这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自己承认自己没有战时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可能通讯指挥管制各种手段全部会断掉，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打这种仗。那在不得已之下打这种仗，我跟各位报告是必败无疑。任何美战必连，指挥作战靠指挥，指挥靠通讯。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你等于说一群底下的无头苍蝇各自己去打自己的仗，那叫乌合之众了。那怎么叫做联合作战呢？那有关于顾立雄讲这句话说福建号是到长兴岛去做这个维修，我觉得你这不是国防部长应该讲的话。我们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叫做料敌从宽那如果说依照福建舰这样子过来，你这个顾立雄你凭什么来判断他就是回长兴岛去维修的？我举几个可能啊，你说上面没有看到飞机，他肚子里面没有飞机吗？对不对？他有没有可能这飞机放在肚子里面？你说，台湾海峡这个很窄，它不需要用到航空母舰，那你能确保它就不用航空母舰对付你吗？那会不会这艘航空母舰它是有可能去接替辽宁舰到黄海地区去演习的？有没有这个可能？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它做后续来讲去那边接飞机的？
到上海或什么去接他的战机，在那边落下坐飞机。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由记者来讲就好，你当个国防部长不要跳那么快，万一你讲错多丢脸了，代表我们国家的情报判断是如此的差。大家一定，你国防部长讲这话，代表是情报次长已经做好整个情报的研判分析之后，告诉你部长，你部长才可以对整个社会大众做说明嘛。那如果说是你没有经过这个，万一你讲错的话，我觉得整个丢脸的是我们整个国军参谋本部的情报本部研判严重的失误。是，彬哥。其实航母会经过台湾海峡，就知道它绝对不是采取军事行动。军事行动没有哪个250航母会把自己放在台湾海峡，那个根本是处于自己最容易被人家攻击的地区。那可是顾立雄说他要回去做缺失改正，这个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个是海测的时候才应该去做的事，他已经成军了，所以你怎么知道他有缺失？我就觉得很奇怪。对啊，人家不能回去补给或者说其他的任务嘛。所以我觉得，当然我知道顾立雄的目的就是要去贬低对方啦，要显示出他那个东西不行啊，他的东西很差啦。可是再怎么差，再怎么不行，也比我们根本做不出来强吧。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去贬低对方，而是应该要去更加去关注对方到底采取什么动作，那我们有什么相应的反制措施。我觉得这才是比较最重要。比如说现在大家一直都在讲了，美国智库跟美国国防部也都已经证实了。共军现在它可以完全无预警的直接从演习直接转成攻击形态，你可能完全事先得不到先兆。那请问一下，面对这样的一个态势，国防部打算怎么处理？因为我们是被动方，我们不可能主动攻击中国大陆嘛，所以我们一定是，如果万一真的发生战争，我们是被攻击的那一方。那请问一下，对方突然之间攻击你的时候，我们的因应措施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撑住对方的第一波攻击，然后保留有生战力，等到去因应下一波的攻击？我觉得这才是国防部需要去研究的。难道真的就如美国所说的，大家准备打城镇战，海空全部放弃吗？其实最近美国的智库就在讲，台湾的海空军可能24小时之内就会被歼灭。那请问怎么办？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岛上拼命挨打，就是这样吗？所以重点是你要想出东西出来。那至于美国现在他要去部署这个暗鹰呢，我觉得他这个产量真的是1个月只能生产1枚，然后一年到最后提高到24枚。好，就算你提高到24枚，美国可不是只有亚洲要部署，他全世界都要部署。请问一下，他能够在亚洲分几枚？对，为什么这么慢呢？他的军工产能就是这么差，这没有办法。所以这根本不是一个能够因应未来大规模作战的状况。而且老实讲，极音速导弹本来就是攻击精准目标的，那它弹头又做得这么小，其实据说它是用散射式，有点像散弹一样，到目标上空啪这样打下去。对啊，那对方如果有碉堡，你怎么办？因为你如果是弹片这么小，你重量又这么轻，不管你的动能再强，你又不是小行星，对不对？你撞上去，人家有碉堡，可能就直接把你挡住了。所以我觉得美方这个东西恐怕在实战的应用上面，恐怕还要打非常多的折扣。没有错。